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在這個詐騙案太子的風暴現在全面的擴張，而陳致這個時候喊冤，還聘請了最強在華府的這個華爾街的律師哦。那麼中國則是控美國害走了150億美元的比特幣，怎麼一回事？今天一起來做解讀。太子集团的這場風暴，今天帶觀眾朋友特別關心到的是最新的進度，來自於美國的司法部已經正式起訴並且追捕陳致，並且扣押他的市值高達了150億美元的比特幣。財政部是這樣說的，他說將太子集團已經把它列為是一個跨國的犯罪組織了，並且呢，他會針對他在全球146個實體跟個人來實施一個金融制裁。當然了，太子集團是立刻的正面的開戰反擊，公開嗆美國司法部，他說呢，陳致並沒有犯罪，美國啊，你才是這個奪財抹黑。那麼另外一方面，他也說呢，正式的要來挑戰美國司法部的這個沒收令。我們要趕快來看到更狠的事情是，陳致這個方面是直接聘請了華爾街最重量級的頂尖律師團來處理。這個頂尖律師團過去有哪一些很重要的背景呢？包括他曾經揭露全球450個重大案件，200多個國際仲裁，在反洗錢詐欺這個方面是非常有經驗的。那麼最新呢，陳致的律師團已經要求了，說要延期60天提交索賠，理由是什麼呢？律師團說，比特幣的來源看不出來和詐騙有關係啊。陳致到底哪裡來的底氣？什麼樣的律師團敢接這樣子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案子來挑戰美國政府的超級硬仗？還是說他手上握有美國不敢曝光的一些關鍵證據？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主要是錢了。你給美國的律師團足夠多的錢，他當然願意接啊。不管贏了輸了，他都有足夠的多的錢，他怎麼會不想接呢？對於他來說，他分2塊。第一個，您提到的比特幣這一塊，比特幣這一塊如何證明它是贓款？這個是比較有趣的一件事，因為它是保密貨幣嘛。那保密貨幣的話，你把它沒收凍結，那這個本身有沒有問題？那中國大陸對這部分你也有意見嘛？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陳致他本身的所領導組建的這個詐騙集團，當初就是在緬甸被端窩的嘛，被端了以後逃到海外去。那他本身的詐騙的主要的受害者是中國人為多啊，並不是說全部都是大陸人，而以大陸人為多，還有台灣的也很多。那當然也有部分是日本、韓國都有。所以對於大陸來講是真正的苦主。那這個比特幣，這個4000多億的台幣的比特幣的這個錢是應該要歸中國大陸所有嘛？然後來去對於受害者給予怎麼樣的補償？怎麼會被你美國人拿走呢？你美國人並不是主要的受害者啊，真正的主要受害者是大陸人啊。所以大陸跟美國在爭的是這筆錢，你不能黑吃黑，這筆錢我們還有的賬要算，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就問的是陳致本身是不是犯罪集團？對大陸來講，也沒有說他不是犯罪集團首腦啊。你看台灣的這個的資產現在也在查的過程裡面，所以我個人認為，陳致他現在他首先要向美國來控訴的是他究竟是不是他的集團是不是犯罪集團。第二個就是這個比特幣跟這個犯罪集團之間的關係嘛。那加密貨幣如何來證明說是跟犯罪集團之間的犯罪集团不法所得？這是2件事。不過我覺得這個給我們一個體驗了，給我們一個教訓了。加密貨幣是不是犯罪集团洗錢的最主要的一個來源之一？它變成毒販、詐騙集團、貪污的大貪官，他們是不是都是透過加密貨幣來？所以我覺得加密貨幣這個管理啊，事實上是應該要考慮到它的道德性的問題、正當性的問題，不能夠把它當成一般的貨幣。我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啊，是，不然的話，你這個國家的腐敗，你永遠沒辦法解決嘛。對，好，一方面我們看到大陸現在這一回跟美國講說，你不要黑吃黑哦。針對比特幣的這件事情，他們覺得說美國做了非常多的手腳。大陸的指控，官方指控，我們趕快來看，這個是大陸的中國國家級的網安單位，它是國家計算機病毒应急處理中心。好，趕快來看到他怎麼指控。他說，美國政府啊，你这個
2020年底就用國家級的駭客直接竊取了陳志的礦池比特幣超過12萬枚。更離奇的是，你竊取了這些比特幣之後，你就多年来把它那邊放在那邊完全不動它，而且陳志當時也多次的表示，他说他要付贖金，把这一筆賬全部贖回来。但是美國司法部宣布直接扣押比特幣，直到美國司法部直接宣布要扣押比特幣，事情很吊詭的事情是，被盗的这個比特幣是瞬間轉移到了一個新的錢包去。中國為什麼在這個時間要公開的去指控這些駭客？那這150億美元的比特幣爭議是真實的國際駭客行動，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委員又怎麼看？這個陳志在 Rubian 這個挖礦公司所放的錢包 ，Rubian 是一個挖礦公司，就是在挖比特幣的一個公司。他放的錢包，在當年2020年的時候，大概只有應該講就35億美元。那因為比特幣這幾年來漲得很兇，到今天才變成150億美元啊。所以陳志想用35億美元把它贖回，那這個主要是在這個價差上面啊。但是這裡面有幾個哈，第一個，那個中國大陸的有這個單位裡面啊，指控說這是國家級的駭客，當然是國家級的駭客，為什麼？因為是美國政府，當然是國家。那駭客能夠進 Rubian 裡面的錢包去解密，把它拿出來或者控制住。這當然是駭客行為了啊，所以國家級駭客是個中性名詞，應該正確看來講是個中性名詞。現在只是說，那到底這個陳志有沒有涉及國際詐騙啊？那有沒有涉及到網絡詐騙？那對美國來講，他們有一個很特殊的法律哈，你只要用這個我的網絡，那不管你在哪裡詐騙，我都有權利管。那偏偏全世界用了網絡，怎麼扯都扯得到美國去，都扯到美國去，所以他們就無緣佛界。我認為這個，因為他們有情報，知道這裡有這一筆，而且陳志這個人他的財路來源可能有問題，所以才想辦法去針對他。然後美國現在政府也比較窮嘛，就搶錢搶糧，何況你給他找到小辮子哦。那陳志這邊哈。這個律師團也不是凡犯之輩啊，那也是美國非常有名的一種專門打刑事官司的，所以陳志已經付了很高的價碼去請動。那所以這打官司的這個重點哈，不在於那個財政部的扣押，是在於要舉證這一筆錢跟陳志的行為是正當的，他錢的來源是正當的，那不是有犯罪行為。重點在犯罪行為要證明沒有，或者跟這筆錢無關。好，這個是兩個訴訟的一個關鍵。不過我認為他輸掉這個官司的幾率是蠻高的，是蠻高的，因為他證明到說他這個錢來路正當哦，困難度是相當高，都是靠路邊挖礦挖出來的，這個幾率不太高。那你說我在柬埔寨投資房地產賺來的，這個證據也比較薄弱一點，所以。這種官司在美國打起來是很費時啊，而且這個訴訟費用非常龐大，因為他光繳訴訟費哦，就是一筆很大的錢哦。這沒關係啊，看他什麼表現啦。那中國講這些東西是意在言外。你這個用國家級駭客，前幾天我的那種時鐘，你才用國家級駭客來修理我。我西北大學的研究資料，你用駭客來修理我，是意在言外。先鋪陳說你美國專門幹這種事。好，所以我們看到本來只是這個陳志的這一起風暴，現在已經上升到中美的官方的等級了。另外一起風暴，我們要持續來關心，怎麼會這麼巧？因為另外一個是來自於泰國政府的警方宣布的，他說呢，這一位是這個 KK 園區的主謀，涉嫌線上賭博加人口販賣的佘志江被正式的引渡回中國了。中國官方怎麼指控他？3項，第一個，他說呢，佘志江你設立了239個非法網站；第二個，涉及巨大的黑金洗錢；第三個，你跟這個東南亞的跨國詐騙網絡有深度的合作。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佘志江被引渡回中國？是基於巧合嗎？因為又有陳志的這2個案件，到底有什麼關聯性嗎？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啊，在知識的浩瀚在資訊的知識浩瀚海洋裡頭，這個陳志的這個太子啊集團
這個案子啊，跟這個就 KK 園區這個案子啊，基本上是在不同海域中游泳，他們的基本類型這個犯罪的樣態也不太一樣。但是呢，在為什麼他能夠從泰國被抓，而且引渡回中國大陸？我覺得大家要思考一下，這時候泰國突然做這個表態，跟太皇要去中國大陸訪問有沒有點關係？而且呢，去加這個就是說，你要知道這裡頭之中也牽涉到跨國犯罪。剛才我們都講到，因為資訊呢，我們就要知道，你抓這些金流，事實上就要遏制跨國犯罪集團，還有很多洗錢的活動、販毒的活動。但是呢，這個我們不要忘記，什麼時候是美國最積極的去在網絡上去追蹤這些金流，就是反恐。當他在全球反恐的時候，等於把手伸到這個裡頭，然後希望去掌控。我們都講知識就是力量，但這實際上就是資訊更是力量。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這個資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對不對？資訊也是實力，資訊也是財富，但是呢，也是國家作惡以及私人作惡的一條管道。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我想中國大陸提出拿國家安全的觀念切入這個事情確實是感受到那種威脅的程度是非常的嚴肅。剩下一點點時間再補充問賴老師怎麼看？因為剛好是說陳志跟佘志江這兩個事件剛好發生，你又怎麼看？佘志江是因為當初緬甸在打擊這個犯罪集團的時候，他逃出來，逃到這個泰國被逮捕。被逮捕，他本身也有提出上訴，他認為這個引渡是違反這個泰國憲法。